Hello，大家好，我是 Mary。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死亡这件事情。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要讨论死呢，它当然就是生的终点啦。人类到最后呢，还是逃不过死亡的这个命运。但是谈论死亡这种事情呢，其实很多人还是觉得很避忌的，可能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担心，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呢是不常谈论死亡这件事情的。英国的临终关怀医生凯瑟琳曼尼克斯觉得大家呢应该打破这个围绕死亡的禁忌，让大家知道呢，其实死亡并没有想象中的这样可怕。英国也鼓励医生呢，面对那些时日不多的病人的时候，就尽量跟他们呢讲一些关于到死亡的坦诚对话。虽然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啦。曼尼克斯说，很多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怎样去谈论死这个字，所以就干脆什么都不说，导致大家在面对亲人死亡的时候呢，就会变得不知所措，结果就是一片悲伤、忧虑、绝望的景象。OK， 其实如果大家觉得伤心、担忧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当然啦，那个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人，突然间就没有了哦，你当然是会伤心的啦，对吗？只是说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死亡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可怕啦。他觉得我们呢需要去探讨死亡的真相。那么真正的死亡又是怎样的嘞？像不像是在我们看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这样子的呢？根据曼尼克斯的描述，死亡呢其实就跟我们在出生时候一样，其实呢就是一个过程。病人呢会逐渐变得越来越疲累。随着时间推移呢，病人睡觉的时间呢就变得更长了，然后他们醒来的时间呢就越来越少。有些病人呢在睡眠的过程中呢是处于那种昏迷的状态的。这种变化呢虽然是很微小，但是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叫不醒他们的，但是当他们醒来过后呢，他们会跟你讲说他们睡得很香，睡得很舒服。所以他说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这种昏迷状态对病人来说一点都不可怕，因为病人如果是在那种无意识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会呈现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他们呼吸的时候呢，不会有意识的去清理喉咙堆积的这些粘液还有唾液。这时候呢，喉咙就会发出很响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垂死挣扎。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哇老诶，这样很恐怖诶。不但呢，他会用这种方式去判断他的病人是处于那种深度放松还有昏迷的状态。当空气经过肺部呼出呼进的时候，穿过喉咙粘液的气泡呢，就会发出这种声响。但是病人本身呢是没有知觉的。他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的时候呢，还是会出现一段很浅的呼吸，然后最后就当然是只有呼出没有呼进哦。有时候这一切呢会发生的非常的安静，家属们呢也不会发现得到。所以他说，正常的死亡过程呢是非常的平和的。英国的麦克米伦临终关怀护士其实就有送走了无数个老人。根据他们的经历，他们是讲说，有些老人在离世之前呢，就会有一个预感了。比如说，有一位老人家告诉一个护士，再过了2个星期呢，他就80岁了，他想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之后呢，他就可以走了。2个星期过后呢，果然这个老人家就离世了。还有一些老人家呢，在那种半昏迷状态下，他们有讲说，他们愿意离开，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天堂，那里非常的美好，所以呢，对于死亡一点恐惧都没有。那么在之前 BBC 的知名主持人金贝克维尔曾经制作还有主持了有关死亡系列的节目，这节目呢叫做我们应该谈论死亡。这节目呢就是要探讨英国人对于死亡的态度。贝克维尔有在节目中有给出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啦。他讲说呢，听力其实是一个人临死之前最后一个消失的感知功能，所以给那些即将离世的亲人去播放他们喜欢听的音乐啊，又或是说把你想要讲的事情去告诉他们，他们呢还是听得见的。而贝克维尔呢，也曾经在他爸爸临终之前告诉他，你可以安心的走了。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生命的晚期，或者是生了什么重病啊，那种毫无拯救的希望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尽量减少医疗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不是在讲不好的东西啊，不是讲说他要死了就不要救他，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要做那种大型的手术，然后插管啊，然后什么进 ICU 这种的，因为大家心态呢，可能就会觉得说，让病人去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就不要再接受任何的治疗了，因为有时候治疗呢可能会是一种折磨，然后那种概念呢就像是躺在病床上的人也觉得痛苦，看着的人呢也觉得痛苦难受。
不但这种东西呢是很看个人的想法，因为有些人呢可能还是会觉得说，虽然说可能那个病人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还想要他留在世上可以久一点，陪伴他久一点。所以呢，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很看个人的。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评论让我知道啦。那贝克维尔有讲啊，如果是说他本身自己受重伤，可能车祸啊受重伤的话，他希望呢不要抢救他，他也写好了自己的遗嘱，并且把他交给了他的家庭医生，还有他的孩子去保管。关于到人生憾事这种呢，就曾经有一个老人家有对护士说过，生命太过短暂，一定要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也一定要做那些可以让你开心的事情。护士有讲到，很多人在临终前呢，关于到人生后悔的事情，谈论的最多东西就是退休。因为就是大家很辛苦的在工作，如果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嘞，才发现到身体不好了，也不能再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就会是一种很遗憾的事情啦。那么曾经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江麒麟与奈博士的一篇论文，然后这一份论文里面呢就有讲到说，一个人在55岁之后，每工作1年的他们的寿命就会减少2年。而至于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就不懂了啦。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这种状况情况都不一样的，寿命的长短还有退休年龄能不能对成正比，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哦。但是呢，我们能了解到的东西，其实他想要表达的讯息呢，就是说，如果有条件早退休，应该会对人体的健康还有老年生活比较好，也比较有益一点。毕竟职场呢，有做工人都应该知道咯，就是高压锅压力大，它可能呢更加的适合去让年轻人去打拼。退休过后，你的精神肯定是放松的嘛，然后自己呢又可以任意的支配时间，肯定就不是坏事啦。人类世世代代呢都在寻找生命的真谛、生命的意义，又或者说死亡可能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所以大家才会拼尽全力，在到达终点之前呢，去完成这个自己的人生目标。虽然没有人知道说是不是真的会有来世，但是至少呢，我们要善待这一世每一天的光阴，保持开放的心态。也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